两校合并，也就意味着咱们两所学校的家委会也得合并。目前呢，咱们的新家委会还有一个副主席的位置空缺，需要我们大家票选。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几位候选家长。大家好，我是高三桃李2班沈耀的爸爸沈浩。我是江晴朗的妈妈郭云。我是桃李2班赵晴晴的爸爸，大家可以叫我瑞恩或者小赵。在大学期间，我就一直是清北辩论队校队的队长，对学校一些外联接洽还有这些活动上，应该可以帮上不少忙。无论我是否当选这个副主席，咱们学校电脑机房的更新换代，我们公司可以全部资助。好，说得好，大家好了，我是桃李5班于洋的妈妈冯燕。刚才几位老总啊，都说得特别的好了。那我其实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学校只要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大家好啊，我是松柏市曾文豪的亲爹啊，我是搞工程的啊，以前我也是龙海家委会的嘛。各位老板，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这个名片就等一下发，好不好？这个老话讲得好啊，龙生龙，凤生凤，大家一看啊都是文化人哈。像我们呢，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自己读书读得少嘛，就想仔女啊多读一点书。所以我的原则就是啊，只要让我当选，啊，直接捐给学校这个数。好，大家都笑一笑啊，开心一点儿。欢迎回来，各位。现在终于可以跟你们说实话了。没错，给你们放假3天，就是给你们挖的坑。怎么样？感觉一下，看看你们自己，也看看身边的同学，什么感受？是不是跟集训的时候不太一样了？准确的说，今天这节课才是集训10天的最后一节课，请吧，桑老师。还记得在手机阶段那堂课上，让你们填写一张家长在休息日的作息表吗？同样，我也找了桃李5班的5位同学，也填了这张表。为了方便对比，桑老师已经帮你们做了扇形统计图，咱们看一下。这5张是桃李5班的。绿色代表学习和工作时间，橙色代表运动时间，红色代表休闲和娱乐时间，看电视、玩手机、打游戏都算，白色代表睡眠时间。这5张是你们家长的。还记得我之前给你们留的那道思考题吗？在学习习惯上，桃李班和松柏班为什么天差地别？这就是答案。什么意思？这跟家里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了。给你们放假3天，就是想让你们回家看看，更直观地认识到你们从小到大见到的是什么。如果我没猜错，你们家长总是不自觉地用自己的生活习惯引导着你的生活习惯，要么就是用无休止的杂事、争吵和无可奈何，在侵蚀你的时间。这句话有些武断，但是基本正确。学习习惯是长期养成的。桃李班之所以珍惜时间，甚至抢夺时间，因为他们的父母就是时间管理大师，全力工作，善于学习，懂得规划。考上名校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最终目标，甚至只不过是人生标配。所以桃李班更加不敢浪费时间。等等，那我妈是个超级工作狂，我爸虽然没那么变态，但他也很自律啊，为什么我就学不会呢？家里有2个精英固然是好事，但他们立场一致吗？如果他们相互对抗、互不相让，
你从小接受的指令都是矛盾的。正所谓，正正得负。行啊，说白了还是拼爹拼妈呗，龙生龙，凤生凤那一套。姓雷的，这是他们自己选的，他们要赚钱养家，要活下去。你这么说他们，公平吗？没错，我这么说，对他们不公平。但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东西原本应该是公平的，对吧？就比如说时间，1分1秒，对于咱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是你去迪士尼买了 VIP， 就是可以走特殊通道啊；你去涉外医院就是可以节省排队的时间啊。还有空气，咱们现在呼吸的空气都是一样的，对吧？但假设你家装了新风系统，他们家没装，你们呼吸的是一样的空气吗？没错，这个游戏很不公平。但想要建立公平，不是靠你在这抱怨就可以的。我知道，10天集训不可能改变你们10几年形成的习惯。我也知道你们不可能一辈子待在学校里被我看着。不论我没收你们多少次手机，纠正你们多少次习惯，只要你们回了家，72小时以内全废。所以那个真正能够改变你们的人，不是别人，只能是你们自己。以下是这堂课的结论。程雨山，你不是想要逃离原生家庭吗？就从逃离你不认可的观念开始。李然，你不是抱怨不公平吗？你牛牛先给我把这个不公平的游戏打穿了，等你段位够了，再去建立你理解的公平。诸位，接下来的1年里，你就是你自己，不属于任何既定习惯，不属于任何人。在学习这件事上，离开你的父母，离开你的家庭，离开你的习惯。龙生龙，凤生凤。但请给我记好了，后面的内容你们可以自己填空。阿俏，阿俏，你上来！啊，上来！干什么呀？哎呀，上来！来了来了来了！干什么喽？你自己看。看什么呀？少了1万。啊？少了1万？走。
雨珊回来嘞！雨珊，上来吃饭了。什么钱？就是那个寂寞清账嘛，少了1万块钱。我们呢，是担心你被骗子骗了。你要是没拿，你就说没拿了，你爸他不能冤枉你了。我10天集训都在学校，我怎么偷你的钱啊？放假3天，不都在家待着吗？再说了，谁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去集训了？手机给你，你问我老师我是不是在集训？哎，你这是什么态度？我看你那个女老师也不是什么正经人，肯定帮你说话噻，不心虚。你急啥子嘛？我心虚？你怎么不问自己亲儿子呢？怎么没有问啊？他说了不是他拿的，他一个初中生要那么多钱做啥子？哎呦，好了好了，先认个错。周伟峰，你弄那么多监控摄像头，不知道干点正事儿啊？来，你现在就去查，我们陪你查，我们一天1个小时1个小时的陪你查，查不出来你跟我姓。你胡说八道什么？那么多视频我看到什么时候？怎么，非要亲眼看到你偷钱，你才肯认？啥呀？做什么了？你说的。一天到晚把门一关。干什么了？关起门就学什么啊？就学些什么？就学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都是哪来的钱买的？啊？都是哪来的钱买的？你别说话，都是你惯的。孩子大了，你给他留点面子。你让他自己说，这些年我亏待过他吗？都学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哪来的钱买的？没得事没得事啊，父女2个闹脾气。哎，你们玩了。哎，快茶喊我了，你们玩。床底下别忘了，不方便蹲下，我帮你。听到了吧？啊，听到了吧？就这么跟我说话呀？当初如果不是我，他们母女俩还不知道在哪条街上喝西北风呢。是噻，人家伯哥啊，把你当亲女儿养，做人呐要知好歹。哦，莫干倒，打败喽！雨珊啊，赶紧给爸爸道个歉喽！他不是我爸，我爸早死了。好，你也不要住在这里了，我供不起你。
求求你，别说话，不要发火。拿上东西，走，现在就走。别这样了，你伤心。现在走。钱是不是藏在里头？拿过来。哎呦，好给我！哎呀，过来，给我！你给我等着。我就看看这个钱到底在不在里。你给我闪开！退等！老师让你回一趟学校。就这个，就神秘大礼了，实测的。7岁那年，是我第一次来新州。当时我爸给我买了条鱼，这条和这条很像，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苏菲。第2天回老家的时候，坐的是大巴车，我在车上抱着它一路，我都没有舍得撒手。当时我就在想，苏菲啊，一定是我们那个地方最好看的一条鱼。可结果你猜第2天怎么着？苏菲第2天就被野猫给吃了，只剩下了一条尾巴。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了，像它这么好看的东西，在我们那个地方，它是养不活的。它只有待在大城市里才会安全，哪怕要被人说、被人比、被人看不起，就算是拼尽了全力不让别人讨厌你，我也想要留在这里。我知道你不是很喜欢我，但其实也不讨厌我，对吧？我知道那个钱不是你拿的。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我就是相信。
家长会的事儿你考虑怎么样？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开一次家长会。11班成班之后还没开过家长会呢，让他们重视沟通非常重要。家长是肯定有收到回复，这样需要家长们的关心，所以需要家长是肯定有责任的。关键时刻就装死啊！收到回复，雷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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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雷的。雷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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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鸣。不好意思。哎，你好。Hello， 请坐。所以你就是我大姑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的闺蜜啊？那所以你就是职场 PUA 我闺蜜的那个反社会人格？所以你知道我们俩相亲啊？嗯。白露给我看了她要相亲的照片，说实话 P 的有点过分了，但是还是能一眼看出来某人的。我呢，就是心怀善意，想要给二位提个醒，但是这个姓雷的整整1天没有回我微信了。不对呀，不对啊，不对啊！我跟他相亲，你不是应该提醒我吗？我提醒你了呀，我这不老师已经是下班时间了，有什么工作问题，能不能明天再聊呢？这事儿真拖不了。哎，你记不记得集训的时候，有一天我让你们画了那个房子、大树和人？嗯，就特别缺心眼那个游戏啊。缺心眼。你看这个，看出有什么问题了吗？你看啊，画面整体偏下，说明他善于隐藏内心，非常不安，想要的东西必须紧紧抓在手里，心理防御极强。房子代表个人的成长和家庭的关系。你看这个房子封闭无光，充满敌意，尤其是对家庭。双羽山。对，你再看这个，这个。稍等一下，两位老师，我知道你们没有什么情商，我可以理解，但是拿我当空气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呀？没有啊。这样吧，你呢，我也没下定决心跟你绝交呢。对这位反社会人格的小哥呢，也确实没什么兴趣。这样啊，你们2个好好在这 battle， 我呢先去隔壁嗦一碗粉儿啊。这样，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啊。他欺负你的话，我意思，这张房子和人全部都是单一的线条，人面向房子，说明他很努力的在和家庭交流，有习惯性讨好与付出的倾向。这我都看出来了，别想小。上道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再看这个啊，这个宇阳的，我真是找了好久，我才发现，人在窗户里。什么结论？有可能是自己躲进去的，也有可能是压根儿不出来。绝望、焦虑且无力。你再看这个，江晴朗这个，这不挺阳光的吗？江晴朗。确实是相对来说正常的一个，但是问题也出在房子上。你看，没有烟囱，但是却有一个大太阳，说明什么？温暖来自外界，而不是房子里。这个家对他来说，可能只是徒有其表。他内心的真正的渴望根本不敢袒露出来。不过我最担心的还是李然，整个画面充斥了不确定性，房树人的位置分散歪斜，自我认知撕裂，内心冲突剧烈，非常容易冲动。草草几笔画完了房子，说明他对家是什么没有概念，也不想了解。树皮是个体与他人接触的象征，这上面布满伤痕，说明他的心理创伤很多。他想逃，又不知道能逃向哪里。
所以呢？所以你那天集训的最后一节课其实只上了一半，让学生们意识到内心缺失和生活习惯是受家庭影响所造成的，这只是第一步。但你忽略了第二步，就是要让家长也意识到自身的问题。我今晚来呢，也不是征求你的意见，就是通知你一下，我得开个家长会。问题是，咱们有那个时间吗，苍老师？学校最近有一个关于老师的心理健康调研，我是可以推迟进行的。还有你那个房书人的复印件，我也可以推迟上交。2杯臭味相投。刚才这桌先走的那位女士为2位点的特调，请慢用。好好的学生不可靠，靠我们家长做么子喽？既然是家长会，那主角当然是家长，不是学生喽。桑老师，如果要考试，为什么不提前说一下？我们也能准备。不需要准备什么，我这儿就2道题，希望大家能仔细思考，认真作答。第1道判断题，我认为我是一位合格的家长，觉得是，请举手。大家的回答真是迅速统一，毫不犹豫哈，每一位都是合格的家长。好，那我们来第2道题。第2道题呢是一份调查问卷，很简单的，5分钟就可以填完。很简单的，来填一下。填完了，好，谢谢大家的配合。我呢是学心理学的，也是做心理咨询的。这份调查问卷呀，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线索，能够帮我们归纳总结出几种家长类型。不建议对号入座哈，但是欢迎反省思考。第1类，过度竞争型家长。这种家长啊，在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中强调过度的竞争，试图通过孩子的成绩和表现来证明自己的能力或地位。这种家长呢，可能会忽略孩子的个性和兴趣，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第2类，控制型家长，什么意思嘞？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教育孩子，干涉孩子。大到人生规划、学习选科，小到生活习惯、穿着打扮，恨不得孩子能够完全按照他的想法去执行。这类家长啊，看似非常在意孩子，但其实他们在意的是自己的付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我所有的牺牲都是因为你。看起来全身心的爱着孩子啊，但本质上，这是一种控制欲，是在用亲情和付出去绑架孩子，让他们不得不服从你，甚至害怕你。还好讲的不是我。第3类呢，是我们生活中很容易被忽略的一种逃避型家长，选择不去面对家庭问题或冲突，常常回避教育责任和挑战。当孩子需要理解和信任的时候啊，选择没有看到，习惯性用一切都会好的来催眠自己。久而久之，孩子对家庭的信任感和安全感也消失殆尽了。第4类叫过度放任型家长，这种家长是缺乏有效的家庭规则和监督，对孩子的行为和决策过于的放任，导致孩子缺乏纪律和责任心，甚至可能产生不良的行为和习惯。桑老师，您是希望我们自己对号入座呀，还是未雨绸缪？
我说的当然不是在座的各位哈，但是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在之前的问卷积累中出现的具体案例。有一个孩子啊，他的父母不太尊重孩子的隐私和个人空间，总是无端端的查看孩子手机、电脑等个人信息。有一天，这个孩子呢，终于受不了了，离家出走了，到现在还漂泊在广州打工呢。还有的就是一位母亲在亲戚的聚会中，听到自己的孩子被冤枉时，选择了沉默，不做回答。在丈夫对孩子进行责骂时，没有及时的制止或者保护自己的孩子，让孩子感到被背叛和无助。这个孩子转身就跳楼了。哎呦啊！这孩子不完了吗？其实今天这场考试啊，从你们成为家长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当然，我也不是指责各位的意思啊，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借此思考一下：当你自以为是一位合格的家长，信心满满的交了卷，但其实每道题都错得离谱。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桑老师？那要是这么讲的话，我们家长都成大灰狼了哦。老师这样讲话，是不是太片面呢？桑老师没事，有话你就直说。怎么做？啊？没错，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从今天起，不要过度关心你的孩子。纪伯伦在上上个世纪曾经说过：“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他只是借助你来到这世界，却不是因你而来。”老纪这话说的没毛病，我再补充几点啊。首先，不要总是在家里试图指导你的孩子，因为他可能比你聪明多了。不信的话，各位可以做一做模拟卷试试。其次呢，不要对孩子做过多的安排，也不要过度的担心他们，因为他们也许比你更加成熟、更坚定、更独立、更自律，也许还有更多你们所不知道的优秀品质。最后呢，千万不要把你们的关心和他的好成绩、好前途绑定在一起，更不要用亲情去试图绑架你的孩子。未来的一年里，你们的孩子每一天都像在打仗，在这场战役里边，也许他们真正所需要的，并不是各位之前所想的。今天这场考试就结束了，但是不用担心，从现在开始，每一天都可以补考。啊，这钱怎么又回到鞋盒子里了？看来啊，真是委屈一晌，真不是他拿的。这可说不好，也许是他心虚自己放回来的呢。你说，会不会是薛安在拿的了？你拿到钱的那天，我看他慌慌张张、鬼头鬼脑的。你现在是怀疑你自己亲生儿子喽？妈，吃饭了吧？饿死了。你今天不去接亮亮吗？
帮我说个地址。月丽湾8号。B 座1003。你上去问问你爸，今天你过生日，他晚上回来吃饭吧。能不能不去啊？哎呀，简直太美妙了！大才女，要不再来一首《肖邦》，这是你和阿浩的定情曲吧？沈总啊，都要为你特意开这个音乐会了，你就别矜持了。小薇，千万别听他们胡说八道的啊！就算是要弹，那也得是4手连弹。行了，来，4手连弹。问了吗？你爸什么反应？没什么反应。你女儿多大呀？有25吗？干什么的？差不多，好像是做音乐的。你这手怎么了？走吧。你爸可以，越长越小了。不过还好，我刚才去物业打听了一下，这房子是给他租的，不是买的。你信不信？不超过3个月，你爸看定你了。妈，我饿了。生了噻，生日快乐！趁热吃，长的熟面不能端了。好多肉啊！不能端喽，吃去。呀，哦，给你看样东西，你数数多少个零？都快6位数了。这都是我从拿缝里省出来的。老家的房子租给人家当仓库了。你以后不要总想着攒钱，专心念书，好好考试。我们以后的日子啊，肯定会越过越好的。
许愿，许愿。我给沈耀买蛋糕，买大送小，他们以为送给我的，一样了，一样了，吃到肚子里是一样了。来，许个愿。祝我奶奶长命100岁，祝我孙子考上清北。Roaring, tapping on my shoulder. Fight the power, meet the challenge, face to face we have each other. Maybe this is not the life you hope for, but don't give up, we have tomorrow. Someday we will earn the prize we fight for. Every setback says that I'm the fighter. Dry your tears, tend your fears. What doesn't kill us, make us strong. Show the world our worth. Brighter than the sun, burning like a star. Free to love and run, because we're so young. There's someone loving you just for who you are. Let thunders roar. Brighter than the sun, burning like a star. Free to love and run, because we're so young. There's someone loving you just for who you are. Let thunders roar in your heart.